昔日以世界工厂自居的中国，如今却陷入了一个看似不可逃脱的死亡循环。产能过剩，内需崩塌，出口受限，外交孤立，而今这一切正在中国钢铁产业身上爆发。中国制造的廉价钢铁曾是全球建筑业的救命稻草，如今却成了各国经济的毒药。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容忍中国用血汗低价倾销换取外汇，全球钢铁业正爆发一场全面反击，中国出口产业正站在崩盘的边缘。中国的钢铁产业如同一头失控的怪兽，产能过剩如洪水猛兽，吞噬全球。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钢铁产量 10.3 亿吨，占全球 54%， 碾压第二名印度的 1.4 亿吨。这头怪兽不仅榨干国内市场，还将廉价钢铁倾销全球，压得各国钢厂喘不过气。彭博社揭露，2020年以来，中国对越南的钢铁出口暴增 500%。2024年，越南进口中国钢铁1200万吨，占总进口 70%。印度同样沦陷。印度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-25财年，印度钢铁进口量飙至950万吨，创9年新高，中国或占近一半。这些低价钢铁如蝗虫过境，吞噬越南、印度中小钢厂的生存空间，逼得他们裁员、减产、倒闭。路透社援引印度钢厂高管：“中国钢铁像水银泻地，哪里便宜往哪流，我们的工厂在流血，工人饭碗全砸了。”更离谱的是，中国的倾销套路简直丧心病狂。路透社报道，中国钢厂以低于成本价出口，热轧钢每吨仅350美元，国际均价500美元。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打法，让全球钢厂无路可走。面对中国的钢铁毒瘤，全球50国忍无可忍，联手祭出关税大杀器。这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全球清算的惊天一击。印度 12% 关税开战。2025年4月，印度对中国部分钢铁征收 12% 保障性关税，期限200天。印度钢铁协会警告，若中国继续倾销，永久高关税将接踵而至。印度2024年粗钢产量 1.4 亿吨，本想称霸亚洲，却被中国廉价钢打得溃不成军。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，中小钢厂利润率跌至 5%， 再不加税，半数钢厂得关门大吉。越南 37% 重税通缉。越南钢铁协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越钢铁出口占市场 65%， 本地钢厂利润被挤压到 3%。2月起，越南对中国热轧钢征收 28% 关税，镀锌钢高达 37.13%。越南贸易部怒斥不挡住中国钢，本地产业全军覆没。彭博社预测，越南关税将让中国出口量直接腰斩。欧盟 62.6% 关税短生路。2025年1月，欧盟对中国镀锡钢征收 14.1% 至 62.6% 的反倾销税，覆盖食品包装和工业材料。欧盟2024年从中国进口钢铁300万吨，占总进口 20%。欧盟钢铁联盟 Eurofer 怒吼，中国低价钢让欧盟钢厂损失50亿欧元，3万工人丢饭碗。这波重税把中国钢厂打得满地找牙。韩国 38% 关税直捅命门。2月，韩国对中国钢板征收最高 38% 反倾销税，3月启动热轧钢板调查。韩国产业部数据显示，中国钢板以低于市场价 30% 涌入。2024年进口量200万吨，占市场 25%。现代制铁高管痛骂中国钢价低得离谱，订单被抢光，工厂开工率跌到 60%。拉美反击 94.64%， 关税创纪录。哥伦比亚对中国镀锌钢瓦征收 94.64% 反倾销税
墨西哥加征50%关税，巴西从10.8%提至25%。中央社报道，拉美2024年从中国进口钢铁500万吨，占总进口40%。巴西钢铁协会警告，中国经销让钢厂损失20亿雷亚尔，5万工人要上街。美国25%关税封死后路。川普2024年对进口钢铁征收25%关税，还要求北美钢品本地熔铸，堵死中国钢转口美国的路。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钢铁出口100万吨，占美国进口10%。新政一出，中国钢厂在美国全军覆没。台湾反倾销调查补刀。2025年3月，台湾对中国热轧扁轧钢品启动反倾销调查，覆盖建筑、机械等行业。台媒直言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安全问题。中国钢铁在台湾也成了过街老鼠。这场50过围剿，让中国钢铁出口彻底凉透。彭博行业研究4月警告，50%的中国钢铁出口受贸易壁垒冲击。2025年出口量恐从9000万吨暴跌至7200万吨，跌幅20%。标普全球更悲观，预测跌幅高达25%，出口额损失超400亿美元。中国冶金报3月数据更吓人，已有20家中型钢厂停产，70家钢企利润下滑超80%，连国企都频频爆亏。中国钢铁产业早已病入膏肓，国内房地产崩塌，基建投资锐减。2024年内需仅消化6亿吨钢铁，剩余4亿吨全靠出口撑场面。如今出口被关税堵死，钢厂库存堆积如山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底钢材库存1.8亿吨，创历史新高，钢厂亏损面超70%。算笔账，一家年产100万吨的中小钢厂，毛利率10%，年利润1亿元。出口占销量一半，关税让出口价涨20%，订单归零，利润变负数。CISA 统计，中国有5000家钢厂，雇佣超1000万工人，这波出口崩盘，200万工人要丢饭碗。物流、仓储、运输行业也将遭殃，失业潮席卷而来，中国经济要被打回黑暗时代。眼看全球围剿来势汹汹，中国钢厂慌了，忙不迭想出几招自救，可结果全是自掘坟墓的笑话。国内降价，自断生路，出口无门，钢厂想靠内销消化库存，疯狂压低价格。可中国钢铁协会警告，2024年国内钢价已跌至每吨3000元，逼近成本线。再降价，钢厂只能血亏倒闭。更别提国内需求崩塌，房地产和基建根本吃不下这4亿吨库存。这不是救命，是自杀。中国还指望靠“一带一路”推销钢铁，可标普全球报告显示，2024年沿线国家钢铁需求仅3500万吨，还不够中国1个月产量。更扎心的是，巴基斯坦、土耳其等国已对中国钢加征15%至25%关税，这条救命路早就被堵死。这场50国围剿不只是贸易战，更是全球对中国血汗经济的审判。美国海关数据显示，2024年查获的假冒伪劣钢品中，70%来自中国。欧盟消费者安全委员会爆料，2023年召回的不合格钢材中，中国产占75%。这些铁证让各国挥舞关税大棒，毫不留情。更致命的是，这只是开胃菜。标普全球预测，2025年全球反倾销诉讼将激增至40件，中国钢厂将面临供应链审查、强制注册、缴纳保证金等连环杀招。环保问题更是雪上加霜。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，中国钢铁业碳排放
占全球钢铁排放的60%，远超欧盟的10%。欧盟的碳关税已在路上，2026年起，中国钢出口欧盟将额外缴纳20%至30%税。这下中国钢厂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这场钢铁末日最大的牺牲品是千万中国工人。中国钢铁协会数据显示，全国5000家钢厂直接雇佣1000万工人，间接带动3000万就业。出口崩盘，钢厂倒闭潮来袭，200万工人将直接失业，物流、仓储、运输等行业也将连环崩塌。中国冶金报3月报道，河北、山东等地钢厂已裁员10万人，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声此起彼伏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的血汗经济让工人付出了一切，却换来如此下场。标普全球预测，未来5年，中国钢铁业将裁员300万，关闭2000家钢厂，经济阵痛堪称血流成河。失业潮、债务潮、社会动荡潮接踵而至，中国经济正滑向无底深渊。中国钢铁帝国的末日已至，50国关税壁垒高筑，出口市场崩盘，库存爆仓，千万工人沦为炮灰。这场危机比08年金融海啸还惨。说白了，中国靠低价倾销和政府补贴玩得太嗨，就像在悬崖边跳舞，迟早摔得粉身碎骨。如今全球清算的时刻已至，钢铁帝国想活命，唯有壮士断腕，关停落后产能，转型绿色制造。可这谈何容易？标普全球警告，中国钢铁业转型需10年，期间将损失5000亿经济产值，300万工人将流离失所。